穿越女频世界，开局成为国公府世子爷。本以为可以逍遥一生，试想屁股还没坐热，就得知除了自己以外，父亲、大哥、二哥就已经被刺死了。我的发！1个月前，自己掌兵80万的便宜父亲，就因为在接到女帝的传唤后，回京晚了1刻钟。陆国公，你可认罪！君让臣死是臣的荣耀。竟被冠以拥兵自重的罪名，被砍了脑袋。得知父亲被冤死的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当即点起兵马，一路拼杀无人可阻，直入皇宫。本以为从此天下将改姓为陆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谁知女帝到了县后，结果大哥他们竟然就退兵了。我尼玛，这不纯狗把扯犊子呢吗？果然，第2天大哥就因为上朝时左脚踏入金銮殿而被刺死，罪名坏了风水。夫人，用力呀！紧接着，二哥就因老婆生孩子告假一天，却被说是漠视皇权，最终逼得自尽。至于三哥陆深，就因为他名字中带着一个和女帝沈清欢沈字同音的申字，犯了忌讳而被流放宁古塔。而现在，轮到我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陆国公4公子陆明罪大恶极，竟敢不秒回公主的信件。作为与公主有婚约的准驸马，着实有备难得。陛下特赐3尺白绫，给世子爷一个体面。我尼玛，还不接旨谢恩？不是，我没听错吧？没10年脑血栓，谁他妈能想出这个剧情啊？恭喜宿主觉醒大男主系统，只要将女频世界改造为大男主世界，即可获得丰厚奖励。我操，也大男主？这我可太懂了。这么多男频爽文可不是白看的。现发布新手任务，杀死太监总管，即可奖励800无限子弹的加特林。我操，牛逼牛逼牛逼！陆明大胆，本公公还没让你平身呢，你要抗旨不成？公公，我知道你急，但你先别急。你说我陆家手握80万大军，连禁军将领都是我陆家嫡系。是，所以你居然拿一张破圣旨就跑来我陆家说赐死本世子。请问谁给你的勇气？梁静茹吗？陆明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哼，死太监，老子忍你很久了。天塌了！陆明，你竟敢造反！造反的是女帝，朕何故造反啊？完了，全完了！要不我们分分家产，快跑路吧！哼，你懂鸡巴？皇帝之位兵强马壮者当之，朕有何不可？啊！明儿，你没事吧？我就剩你这么一个儿子了，虽然不是亲生的，但娘也会心疼啊。虽然不是亲生，也就是说这是我后妈，看上去也没比我大几岁呢。我操，那去世的便宜老爹吃的这么好吗？爱你老妈，不过现在我有要事要做。钥匙？去玄武门对涛。管家，我记得府里是有卫兵的，对吧？有多少人？世子爷，只有800人呐。800就800有800的打法。天冷了，想试试宫里的衣服暖不暖和？大胆！来者何人？微臣陆明，听闻女帝陛下身边有小人作祟，侧来奉天靖难，清君侧。呸！就你还清上君侧了，也不撒泼鸟照照自己什么破样！弟兄们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随我干他丫的！
南宫，臣在。边胡人入侵黄河大水，藩镇跋扈，奸臣专政，内忧外患。太祖皇帝给朕留下的江山，竟如此千疮百孔，陆家被连根拔起了。你说那80万大军交给谁好呢？臣以为，我有一人推荐。哦，嫣儿，你不难过？毕竟与你有婚约的陆明，现在估计已经上吊自缢了。他上吊关我什么事？本公主给他写个信，他竟然都不秒回，哼，死了活该。而且儿臣现在有新的心上人了，就是翰林院的秦风。哦，既然是嫣儿看中的人，那正好80万大军就交给这个秦风了。谢母上，那我现在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，他肯定会高兴的。陛下，这是不是有点草率了？80万大军给男的掌管，朕才放心啊。毕竟只要有罪己诏这个底牌，谅他们也翻不起什么风浪。陛下圣明。陛下，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着什么急？慢慢说。陆国公家的世子陆明造反了呀！你说谁造反？陆明。哼，他3个哥哥都不敢做的事，他一个败家子就敢。行了，来了多少人？800人。800人，就是80万又如何？这样，你代朕传个话，就说朕知道错了，让他滚出去就行。是。南宫，来，给朕捏捏肩。是，陛下。千里送人头，以情意重，谢谢女帝陛下刷的1000个胭脂，来活！恭喜宿主完成玄武门对抗新手任务，获得黄铜级奖励火箭筒。我勒个刀，厉害呀，筒子！你这样很容易让我得火力不足恐惧症的呀。颁布新任务，黄袍加身，完成则获得白银级奖励。老赵家的剧本，这我熟啊，那就来吧。等一下，手下留情！世子爷，这是陛下的罪己诏，您即刻退兵吧。既然是陛下杰出的罪己诏，世子爷，陛下既然都做到这个程度了，要不咱直接下跪认错了吧？你再说一次，女帝如此大的诚意，咱适可而止。哼！我是你大爷！造反哪有做一半的？你丫拿我和将士们的酒足陪你过江家是吧？各位兄弟，本忠臣给你们一个从龙之功，事成之后，裂土封侯，世袭罔替，你们干不干？干他丫的！对，脑袋都别哭腰上了，哪有后退的道理？干他丫的！哼！那就让我给弟兄们先开个道。这是何种妖物？威力怎会如此巨大？陛下，陆明的乱臣贼子不按常理出牌，我们还是逃吧。哼，逃？朕逼他锋芒。更衣，朕要陛下要御驾亲征。敌众我寡，朕要去巡行边境，去大秦国搬救兵。啊！大秦乃天下最强的国家，国力是我大魏10倍不止。若是有他们相助的话，陛下，我们大魏只不过是人家大秦的附属国，平时朝过美女，他们还能多看我们一眼。现在去留学，是去促进两国友谊，恐怕不会太受待见的。你懂什么？那大秦新任的君王，
可是历史上第一位男君，而且这还是他的心上人白月光。那个死舔狗，这一句话，他还不将江山大军拱手让出？不愧是陛下，天纵英姿，千古一帝呀！臣遵旨，出发大前。启禀世子，女帝和内侍大臣南宫逃往大前了。这大前位于我大魏北部，坐拥骑兵100万，步军1000万，朝军统帅更是不计其数，就连我大魏也只是其附属国而已啊！而且更可怕的是，这女帝乃是大前新帝的白月光。若是大前帝王怒发冲冠为红颜的话，我们岂不是要……怎么这么安静？难道他怕了？终究只是一个纨绔啊！说点我不知道，听着。凡是国内女帝党羽参与谋害我2位兄长的，女的编入教坊司，男的直接斩了，驻京官。驻京官？怎么还要我再重复一次？不，世子爷，末将遵命。还有一件事，你刚刚称呼朕什么？自然是陛下了。工作的时候称职务。切！来人，把传国玉玺和龙袍拿过来，给陛下披上。父皇万岁万岁万岁！哎，你说说你们干的这事儿，真是害苦了朕了。受命于天，劫寿永昌，这就是古代无数帝王趋之若鹜的传国玉玺吗？恭喜宿主成功在女皮世界登基为帝，获得黄金级奖励无限白粥。无限量白粥！在古代世界，饿殍遍地，得粮食者得人心。这不是无限白粥，这是无限死士啊！系统，先给我生成800碗白粥，朕要犒劳朕的800精锐。哇，竟然是细粮精米，陛下威武！我去啊！皮蛋瘦肉粥、莲子粥、八宝粥，就是上层的打工贵人也不一定能吃这么好啊！这还不得养出一群2米大汉？陛下威武！事不宜迟，先去接管一下这个王朝的遗产吧。这他娘的是什么破朝代？堂堂大魏，一个女帝政令居然不出京城，朝堂内一半是奸臣，一半是跋扈武将，地方全是听调不听宣的藩镇。看来这沈清欢多半也只是个傀儡，不值一提啊。何人在此造次？怎么，国公府家的奴才，连本宫都认不出了？长公主殿下，陆明，你个乱臣贼子，为了得到我，竟然不惜造反！啊？什么玩意儿？陆明，你为了得到我的爱，竟然敢谋朝篡位，你以为这样就能得到我的人吗？做梦！啊，这位是？陛下，您不认识她了？这是您此生最爱、非她不娶的长公主沈如烟。当年你为了追她，甚至不惜毁了与女帝的婚约，甚至甘愿为太监入宫，只为服侍如烟公主。离谱！原来这原主还是个舔狗啊！秦风哥哥，你可算来了！我刚才还以为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哼，想不到啊，会是陆明这个下头男呢。陆明现在马上退位，将兵权交给我秦风，把皇位还给长公主殿下，说不定他还能考虑原谅你。你还要上表劝我和秦风成亲。对了，秦风的彩礼钱就从你来出。哎呀，敢在我面前跟这个小白脸如此拧，还狮子大开口，莫非这2人带来了很多兵马，还是小心为妙？请问你们有多少兵马？说出来不怕吓死你。我们宫女太监加起来，一共500人。多少？500？后面有没有啊？你没长耳朵吗？听清楚了，是整整500人。那你们知道我有多少人？当然知道，皇城外数十万大军，还有所有禁军虎符都在你手上。所以朕有几十万人，而你们只有500人，就敢到我面前逼宫？喂，陆明，你搞清楚，虽然我们只有500人，
但本宫是高高在上的公主，而你只是一个小小的臣子。你们最好祈祷这500都是修仙者。来人！是。陆明，你想干什么？陆明，你知不知道这么做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吗？面对我这么多人还面不改色，难道说他还留了什么后手？哦，严重后果，说说看，会发生什么？那就是我从此以后都不理你了。哼！啊，就这，慌了吧，陆明？还不乖乖给你最爱的长公主磕头谢罪？就是，我们家公主可是有脾气的。你要是再不主动认错的话，她可就再也不跟你说话了。你，陆明，你居然真的敢动手，反了你！哦，刚才他那句话杀伤力好大，我好怕呀。原来是太害怕了，所以才不小心出手杀了人。陆明，我没想到你爱我，竟然爱到随便杀人的地步了。陛下，你……鉴于秦风哥哥刚刚被你吓到了，为了惩罚你，你除了要召集文武百官，把虎符和皇位都交给我之外，还得跪下来给我秦风哥哥磕头认错。无，那就是无意见是吧？既然如此，就再加一条，把所有家产都捐出来，给我和秦风哥哥当陪嫁。还有，除了给我和公主磕头外，还要给这后宫500宫女太监每人磕一个。老奴斗胆也有个条件，世子不如把陆家名下的宅子也送给老奴一套，老奴绝对帮着你给公主殿下说2句好话，如何？4。这纨绔他居然答应了！看来只要长公主随便丢出块骨头，这位世子爷都能摇尾乞怜，真是爱的卑贱啊！还真是一条好狗啊！乖，陆明，现在就把传国玉玺和虎符都拿出来吧。3，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给你3个时辰的时间准备，还是说打算再送我3样宝贝？2，他好像是在数数。陆世子，你想干什么？陆明，我没工夫陪你闹了，你赶紧去办，不要让我的耐心耗完，不然我除了不理你之外，还要灭了你的9族。1，给你们机会不中用了，既然如此，那就一个不留，杀！你怎么敢对我们大不敬？是弓箭手，他居然在外面安排了杀手！射偏了，本来想射脑袋的，竟然歪到了心脏位置。没关系，下辈子小心点。乱臣贼子，你竟敢对我动手！秦郎，陆明，你是疯了吗？疯的人是你吧，沈如烟？你看看你周围，你居然把我的人都给打光了，还敢伤害我的秦郎，不可原谅，不可原谅！我的心这辈子都不可能属于你。不好意思，这才只是开胃菜而已，你们2个只能活1个，选吧。陆明，你根本就不懂爱情，想要逼我们自相残杀，痴人说梦。我数3声，再不动手，那就全部开了。公主殿下，从我爱上你的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就立下了海誓山盟，不求同年同月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我愿意为你去死。秦郎，你就是我的唯一，我的全部。1、0，不是数3声吗？怎么才2声？不是，你还真打呀？我就客气一下而已，我还以为你很爱我，会因为我去死呢。对不起，秦郎，我得好好活下去，才能为你报仇。我猜，你是不是想说你爱我，要我为你报仇啊？我说，秦郎，你放心，
我一定会为你报仇雪恨的。不愧是女频世界，明明是自己想活命杀了情郎，还说的多道貌岸然。陆明，我最爱的男人已经死了，但他一辈子都活在我的心里，而你永远只能浑浑噩噩的活着，享受那些空虚的荣华富贵。哦，那就让我送你下去，永垂不朽。等一下，你不就是想要得到我吗？来啊，你这个伪君子，来啊！看来你还是没有搞清楚状况，这么喜欢脱衣服是吧？来人，拨下去，犒赏3军，记得让将士排队。你们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不可能！不是你的白月光吗？你怎么舍得把我拱手让给那些武夫？放开我！陆明，你这种小人，得不到我就想毁掉，根本就不懂爱情有多伟大。现在回头，我虽然不会原谅你，但是我会赐予你触碰我高贵娇躯的权利，这是你一辈子都可望不可及的东西。哟，谢谢。你竟然嫌弃我，现在我许你碰我，你却不要了。抱歉，以前是我脑子进水，现在朕只有一句话送：忤逆朕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啊！警告，说沈如烟现在死亡，系统将自动关闭。我靠，搞系统你玩我呀？想让我当舔狗，死都不当！检测到潜在任务，让沈如烟对您的运气值达到100%，获得白运气奖励，抽取神级名将。当的就是舔狗。停！放开我！是。陆明，你终究还是舍不得本宫。仔细想想，让你犒赏3军，这不是在奖励你？所以朕改变主意了，将沈如烟贬为浣衣局宫女，给全皇宫的人洗衣服。浣衣局？还有，从现在开始，浣衣局要有新规矩，值班时左脚先踏进去，斩立局，敢请假，杀你全家。还有，如烟这个名字太难听了，犯了朕的忌讳。以后你若还敢叫这个名字，夷3族。这些都是什么狗屁规矩？陆明，你想我死就直说，何必把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安在我身上？这些规矩可不是朕定的，是你尊贵的母上大人，大魏朝的女帝所定。朕的父亲和3位哥哥，不都是用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判处极刑吗？带走。陆明，你不得好死！沈如烟运气值超100%，正在为宿主抽取神级名将。来了来了！都先退下吧。是。抽，一发入魂。这是超级赛亚人级别的战斗力啊！恭喜宿主成功抽取名将人屠白起。拜见主公。哇，人屠白起，开机局巅峰啊！这可是古代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能指挥大军团作战的超级名将。人屠之名，威震九州。明儿，明儿，什么？明儿，你是不是受伤了？要不要我给你吹吹伤口？没想到我家满门被杀后，唯一关心我的，居然是这位跟我没有血缘关系的后妈，而且看上去更像是我姐姐。娘，孩儿没事，孩儿为给父兄报仇，所以率军攻入皇宫，大家伙都拥护我称帝了。而且从现在开始，我不仅要追杀女帝沈清欢，为我陆家父兄报仇，我还要收拾旧山河，开疆拓土，平定内乱，还我大魏朝一个盛世。这还是我陆国公家那个平日里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小少爷吗？眉宇间竟然有几分太祖皇帝的气象。从今起，我，不，
是哀家将辅佐陛下，成就一番帝王之业。清欢，别生气了嘛，朕不是都把龙椅让给你坐了吗？岂有此理！这陆明不仅在朕的皇宫里大开杀戒，还把朕的宝贝女儿如烟送去浣衣局洗衣服，这是根本不把朕放在眼里。他陆家这次玩笑开得太过了。陛下，这陆明不像他的父兄那样好糊弄，不会真的想造反吧？造反？笑话！我沈家身为皇族，在朝中树大根深，就凭他一个国公世子就想取而代之，我们就等着他得不到百官的承认，被灰溜溜赶出京城，到时候还得来大钱求着朕回家。说的也是，朝中那些士大夫可都是饱读经书，德高望重，要是他们公然发难，这陆明的皇位必定坐不稳。见过陛下，太后，吾皇万岁万岁！其他爱卿见朕，为何不跪啊？荒谬！堂堂乱臣贼子，竟然也想僭越称帝，这是谋朝篡位，我等文官绝对不同意。对，不同意。陛下，这些文官都是出自世家大族，向来是朝廷的基石。历朝历代的皇帝想要稳坐江山，都必须得到他们的承认，除非你给他们加官进爵，才有可能争取他们支持。世家大族，看来这女频世界里的文官集团也是颠得很，看来是该给他们一点小小的男频震撼。放肆！这里是朝堂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可是4世3公，家世显赫。家世显赫，你的家世值几个饼？你竟敢杀人！我饱读圣人之书，4书5经，经史子集，乃本朝文圣。我要写文章谴责你。你读这么多书，想必应该知道如何驱逐北方胡人，我便派你一人出使北边，说服胡人，让他们不要烧杀抢掠。等等啊！陛下，微臣知错了。想不到陛下做事竟然如此雷厉风行。现在你们还不肯下跪吗？这名不正言不顺的，不能当皇帝啊，总得有个理由吧？朕拥兵80万，你需要这80万大军，一人给你一个理由。臣等拜见陛下。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你们可别拜错了，朕没有显赫家世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家世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能力。朕没有得到天下读书人的认可。一些书呆子，纸上谈兵，空谈误国，要他们承认也没用。还真是入关后，自有大儒为我辩经啊！恭喜苏主获得百官认可，成功登基，新手保护期终须结束，积分加10。系统商场，我来看看。狗系统，总算把分局给交出来了。全都是一群软骨头，还说什么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。分钱的时候，一个个信誓旦旦，誓死效忠朕。朕离开京城还没几天，马上就拥立新帝了，岂有此理！如烟，你不是在京城吗？母上，女儿差点就见不到你了。那个陆明，他逼着女儿在浣衣局洗80万大军的内裤，要不是女儿趁着夜色逃走，他是此生都见不到你了。既然如此对朕的宝贝女儿，看来朕不得不借助大钱国的兵马来平定这个乱臣贼子了。宣大钱国使团觐见。大胆！见我大魏朝皇帝陛下，为何不跪？哼！我乃上国使臣，不拜小邦之主。你们说的有道理。见了。
看来这大魏国的新君王还算有自知之明。你居然敢左脚先迈进朝堂，来人，拖下去，五马分尸！你们放心，我大魏乃礼仪之邦，是从来不会滥杀无辜的。好一个礼仪之邦啊！行了，干啥来了？快说。大魏身为我大前属国，今年的进贡却比往年少了足足一半。我大前陛下雷霆震怒，已让大魏长公主沈如烟带着300万大军前来大魏京城兴师问罪了。什么？300万大军？我大魏秦国之兵加起来也才80万呢。说你们的条件，怎样才退军？第一，割地，将燕云16州割让我大前；第二，赔款3亿两白银1分都不能少；第三，派出大魏公主进行和亲。不过考虑到大魏如今没有公主，可由太后娘娘代替和亲。这些条件未免也太苛刻了呀！可如果不答应，300万敌军兵临城下，届时国破家亡啊！刘如烟当带路党，这是带头卖国，刚登基就上门找茬。这大前大概率是和沈清欢沆瀣一气，想灭亡我大魏，没那么容易。系统加载成功，开启主线任务：吞并大前国，生擒沈清欢、沈如烟母女。当前任务：斩杀大前国使臣，获得10积分。正合我意，系统不说，我也要北上擒龙。我的耐心是有限的，大魏皇帝，快点乖乖跪下接旨。今日，朕在此立下祖训：我大魏朝不称臣，不割地，不赔款，不和亲。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。来人，末将在，将所有的大前使臣全都斩了，出京关。怎么还要朕重复第2次？两国交战，不斩来使啊！记住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大魏只有主战派，没有投降派。既然他不肯投降，那好，朕无非就是来一场南下擒龙而已。他不过只是条假龙，而朕才是天命所归。遵旨。陆明，本公主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带着你的文武百官，跪在城门前谢罪。这次不哄好我，我绝对这辈子不会理你了。这就是300万大军的压迫感吗？兵临城下，亡国在即呀！陆明，你个登徒浪子，听着！第一，你要当情妇的替身跟我成亲，本公主要当皇后垂帘听政。第二，以后和离，你的江山我要分一半。第三，都他妈给朕闭嘴！沈如烟，你真当你自己相亲啊？朕这是京城，不是雪耻。从现在开始，龙到填鸭。将士们，族谱单开的机会到了。3军听令，给朕冲了他们！这是什么？我这可是300有万的，你挡得住吗？这句话是朕哥问你的。80万把 AK， 你挡得住吗？一个月才几两银子，这么玩命干什么？不许退！你们不许退！这都是一群下头龟男！新征，新阵，
斩将、夺旗，跟着这冲！只要你们立下军功，谷地、爵位、婆娘，要什么有什么。就算让公主，这也舍得。居然把本公主当战利品了！可恶！你的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先走为妙。追了一天一夜，都追到边境线了。陛下，我军大获全胜，战敌数10万人，俘虏30万，敌军已溃不成军。可惜就是没抓到沈如烟那个贼婆娘，让她跑回去了。宿主歼灭敌国大军，跟女频世界造成心理暴击，积分+5。看来我只要继续这样正常下去，攒够了积分，就是建一支航空母舰舰队也不在话下。系统，来杯可乐。爽！陛下，这是什么酒？为何味道如此奇特？好，白将军，你也来一杯吧。这饮料绝对比你们那些劣质土酒好喝多了。都怪你们，是你们害死了他们！什么声音？好像是这边传来的。你们明明那么强，为什么不能早点来？什么情况？要是你们能早点来，我的父母、兄弟、家人、朋友就都不会被大全军杀死。都怪你们，是你们害死了他们。小姑娘，我们边军为了赶到现场救你们，足足跑死了7匹马，累死了8个弟兄。刚才为了救你，我们还多次发起冲锋，死伤惨重，弟兄们伤痕累累啊！就连你方才还对着大前人摇尾乞怜，求他们放你一马。好不容易从敌军手上救回你，你却怪我们来迟了。都怪你们，把马跑死了，你们明明可以把腿跑断，以命换命，这样我的家人就都能活下来了。不是你们害死了他们。那个女频世界，别说皇宫里那些女帝公主，就连个小姑娘都这么蛮不讲理，但是这不就是行走了积分吗？白将军，你怎么看？他受了刺激，有点神志不清，毕竟只是一位平民少女。我神志不清，我清醒得很。你们这些刽子手，就是你们害死了我的家人。该死，敌国敌特，居然敢假扮我大魏少女，当杀！积分+1。果然有用，抓不到沈如烟和沈清欢这2条大鱼，这样混点也不错。陛下，您这是在……这大前国敌特，以为冒充少女就能骗过朕的法眼吗？这少女是敌特。你不信？不愧是陛下，火眼金睛，只是一眼就把我朝心腹给铲除了。姐姐，你死得好惨啊！这少女还有家人。姐姐，你放心，我们这就北上投靠大前，为你报仇。没错，把大魏的子民都当成两脚羊烹了。该死的大前敌特，又想冒充我大魏子民，当杀！啊！我们还活着，活着！赶紧离开这个战乱之地，否则昏厥！我现在就去仙山求仙人收留，学习仙术，学术归来，一定找你报仇。哼，就凭你也想找朕报仇？你当你是谁？萧炎还是叶凡？赶紧滚，不然朕宰了你！你给我记住！给我记住！陛下仁义，克己复礼，尧舜之资，有千古一帝的风范啊！皮卡衰，班师回朝吧。朕累了，要男人伺候。还不快点，给朕心爱的女人叫一个男宠过来伺候。陛下的女人叫男宠？一个怎么够？让外人看见了，还以为我沈清欢无能呢。哼，叫10个。母上，如烟，你怎么又在扮演乞丐？不是让你去讨伐陆明吗？那陆明着实可恶，输了，
女儿300万大军，300万大军，都全军覆没。什么？就是300万头猪，都不至于几天内就没了呀？难道大千国的军事连猪都不如吗？不上，那陆明有妖气，妖气？这想起来了，当日陆明的乱臣贼子也是用的妖气，破坏了高大的宫墙，破门而入。启禀陛下，启禀女帝陛下，如今大魏100万雄师倾巢而出，士气正盛，我军又刚刚大败，切不可再主动出击啊！请女帝陛下三思。你们当朕是长于深宫夫人的无知稚子吗？朕好歹也是熟读兵书之人，最基本的军事常识还是懂的。当务之急是要拖住魏军的攻势，100万大军，后勤一旦供应不上，就是一个巨大的火药桶，一点就炸。到那时，我们不战而屈人之兵，不是更好吗？陛下，臣倒是有一毒计，绝对能让陆明的军队有来无回，只不过要委屈一下大前的百姓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可以在沿途的河水里投放生病的牛羊，污染水源，同时坚壁清野，把所有农田全部一把火烧了，一滴粮食也不给魏军留。什么？把所有农田都烧了？当下正值春耕，如果把粮食都烧了，那可是会引起大规模饥荒的呀！万万不可呀！李记哥哥，他们凶我。秦欢是我的挚爱，但凡让他流一滴泪，朕就屠一座城。为了他的江山，死一些百姓算什么？死一个人是数字，死100万、1000万也是个数字而已。可是陛下，爱卿休要多言，朕已心意已决。下诏，树壁清野，污染水源。陆明，这次看你还不死！大东北是我的故乡。陛下，上次那个什么可乐挺好喝的，还有吗？小，而且你身为朕的征北大将军，喝点可乐算什么？回头朕给你100箱。奇怪，这里地处平原，土地肥沃，按理来说农田和人口应该不少啊，怎么连个繁华点的城镇都见不到？陛下，大事不好了！陛下，我前军出现了大规模瘟疫，波及范围达数十万人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大前为了对付我们，竟然坚壁清野，导致我军后勤补给出现了巨大问题，还有大批饥民在向我军靠拢。没想到沈清欢玩得这么绝，居然连自己人都不放过，不愧是女尊世界。朕记得，前军不是有东西南北4路领兵统帅吗？遇到瘟疫和饥荒，这几个月，他们为什么不及时向朕报告和处理？他们都……怎么？难道有什么事比军情还重要的吗？陛下恕罪，这南路军统帅在军营里哄夫人。夫人，你心里是不是还有你那个白月光青梅？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将军，我军爆发瘟疫，已经病死3万人了。滚！没有他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3万将士病死，烈哀脑主帅居然还在哄老婆，其他3路呢，也是在哄老婆。他们更离谱。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将军，我军粮草告罄，军中马上就要饿死人了。叫什么叫？别妨碍我！寻找那张梦中的初恋脸。你是说粮食告罄？这东路军统帅找了一堆初恋脸女人，在玩替身文学。陛下恕罪啊！西路军统帅呢？他随军带了2位千金，一位是养女，一位是从江夏抱来的真女儿。不好好带兵，整天光研究偏袒哪个女儿，这不是女编里的真假千金套路吗？而北路军主帅因为自己是庶出，天天被嫡出却只是普通小兵的弟弟吆来喝去。
兽首率命令敌士兵，你吃了熊先豹子胆是吗？听着很离谱，但想想在女频世界，这好像也很正常。等等，这他妈这么离谱的女频段子，这不是行走的积分吗？朕不生气，相反朕还很高兴。既然他们颠，那么朕就杀！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放心，这下我会让他永远跟你在一起。陛下，我的白月光啊！当然是提前在路上等你来，而且这下你再也不用担心他会耍什么脾气。第一个，好了，眼不见为净，你再也不用搞替身文学了，你初恋永远活在你心里。第二个，还剩下2个，行了，2个都死了，也算是一视同仁了，不用再担心该偏心哪个了。陛下饶命啊！你怕什么？要说饶命的应该是北路军主帅，他不是喜欢玩什么嫡庶之分吗？所以朕就行好，把他全家都收拾。陛下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戴罪立功。你们4大统帅害死了这么多无辜士兵，朕诛你们9族都不为过。念在你们过去都立下了汗马功夫，给你自己一个体面。居然以如此雷霆手段处理了手握重兵的4大统帅，陛下的铁血手腕还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！我在陛下面前像是一个新兵蛋子。恭喜宿主获得400积分。这么多，看来只要女频剧情越逆天，奖励就越丰厚。陛下，不好了！大量难民将我们大军给围住了，索要粮草。军中瘟疫愈发严重，感染军士已经多达30%之多，而且还有大批收留的难民也开始感染了。马上贴告示，军中免费发粮，让大家都过来，来多少朕要多少。什么？陛下，军中粮草尚且不够，怎么能发给那些难民们呢？我们都不够吃啊！谁告诉你们没有粮食的？系统，无限白粥，给我生成。是白粥，白粥！好啊，好啊！陛下还真能变出粮食啊！再用积分建造一座大型的医药厂，再配备100个护士、50个医生，500积分，靠，这么贵，这不是也要回到解放前吗？但是，只要能北上擒入沈清欢、沈如烟这对极品母女，多少代价都值得。我填。来，让我看看。白将军，末将在。通知所有感染瘟疫的人，马上到军中治医，并让全军接种疫苗。除此之外，开仓放粮，无论是大魏人还是大前人，只要承认自己是大魏的一份子，都可以无偿得到粮食。朕宁可自己饿肚子，也绝不会亏待自己的子民。这是打算吸纳流民，扩充人口，此乃千古第一阳谋啊！免费来排队领白粥了，无论男女老幼，中原还是大前，生病的还可以得到免费医治。敌国军队给我们免费发粮，还帮我们治病，我们有事的，我们去开眼呐！臣等为陛下贺，短短10天时间，生病军士不仅大幅痊愈，还吸收了几百万的大钱百姓。眼下还有源源不断的大钱百姓逃难到咱们军营呢。沈清欢，你一定没想到，你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有人行刺，保护陛下！我青梅竹马还在里面，你们凭什么把他关起来？放他出来！他感染了瘟疫，必须进行隔离治疗，否则会继续传染给别人的。我不管，无论如何，你们必须放人，不然我今天就赖在这里不走了。嘿，混蛋！这该死的恋爱脑怎么无处不在？是嫌朕的刀还不够快吗？
行了，都让开吧。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都愿意跟你的青梅竹马在一起是吗？对，你们快点把他放出来，要不然我绝对不会放你们离开的。让其他难民知道，你们大卫军队就是这样蛮不讲理的。放心，朕这个人一向都让通情达理。既然你这么爱你的青梅竹马，那就把他丢进隔离区里，跟那些重症瘟疫病人待在一块儿。这么爱陪他是吗？那就陪个够。他还只是个孩子，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这么说，你觉得他没做错？就算他真的做错了，难道你就一点责任也没有吗？难道你不会教育他，谆谆教导去感化他吗？说的太有道理了。朕决定奖励你也去隔离区，好好感化教育这个孩子，也给朕丢进去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都给朕记住了。朕是在乎百姓，但不代表朕是什么圣母。那些什么圣母心恋爱脑的，统统都给我闭嘴！不，传令前军，继续按兵不动。陛下，还要按兵不动？明明形势一片大好啊！朕要请军入瓮，一网打尽。又是咸菜馒头，堂堂大前国，难道三菜一汤都对不齐吗？哎呀，女帝陛下，这在荒野，您还能有咸菜馒头吃？像我们这种大臣，都只能吃野菜呀。地下的士兵更是饿得啃树皮，吃观音土了。母上，我要吃满汉全席。南宫，看看你出的馊主意。现在好了，整个大前大饥荒，食室9空，粮食所剩无几。陛下，我们这边不好过，那陆明那边一定更惨。不，最新消息，魏军多日来按兵不动，始终未曾前进一步。母上，陆明果然撑不住了，眼下就是我们乘胜追击的好时机啊！天助我也！传令，所有兵马随朕一同出征。遵旨。我要成为史书上记载的女战神，千古女帝。天青色冷烟雨，而我在等你。母上，你看，是陆明，这个乱臣贼子竟然没逃。想来是被陛下的王霸之气所震慑，吓得不敢逃走了吧？说不定他心里还对我们母女心存愧疚，想要以死来谢罪呢。雏颜公主，这在浣衣局给80万大军手册裤裆做出换去了。死到临头还不知悔改，母上，我要把他碎尸万段，祭奠我秦郎在天之灵。不急，他跑不掉，先看看他在搞什么鬼。这是铜雀台。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婶。这个二婶说的是，既然是沈清欢还有沈如烟了，你们母女俩来的刚刚好。朕这座铜雀台，就是为你们俩建的。放肆！陆明，你区区一介庶民，胆敢造反不说，居然还妄想俘虏女帝和公主为你献舞！陆明，这是你自找的。朕这就送你跟你的父亲和兄长团去，全军冲杀！找死是你们！在哪里？有埋伏吗？诸位，大魏天子陆明陛下说了，生擒沈如烟公主将10万斤大米，生擒沈清欢女帝将10万斤肉、1万斤酒，随军出征就给1斤米、半斤酒。哈哈，抱歉啊，给的实在是太多了，给我冲！不好，他们造反了！快护驾，保护陛下，保护陛下！尔等不想要吃饱饭了吗？陆明，你个乱臣贼子！我等深受沈家皇祖厚恩，
哪里能学你以下犯上？每人再加1只烧鸡，1个月1只烧鸡就要收买我们？你以为我们是那种没有道德底线的人吗？是1天1只。啊！陛下，公主，你们两个残害忠良、荼毒百姓，就应该大义灭亲。母上，怎么办？3军皆反。逃！千万不能落入陆明这个奸贼的手里。好吧，你们接着跑，朕才师出有名，可以名正言顺地吞并这里的每一寸土地。陛下，魏军已经兵临城下了。女帝陛下，帝都里的禁军造反了，马上就要打进来，说你们母女送到铜雀台当成战犯献舞。朕宁可自杀，也绝不受辱。可恶，朕还年轻，朕不想死啊！秦欢莫哭，朕现在就叫那些臭球把自刎归天来谢罪。你们，够皇帝，我们可没你这么念脑，快点救出他们，不然买2送1。你们又是什么人？女帝陛下别怕，我们可不是那些喊打喊杀的武夫。在下崔清河，我们乃北方门阀之首，希望武信。在下卢文之。这些都是我们各大世家养的府兵，战斗力甚至比朝廷军队还强。在下龙溪李氏李傕。武姓期望，门阀势力，真正掌控天下的世家大族，居然在此刻现身。你们想怎么样？我们不想怎样。如今大前亡国在即，只有我们有能力可以把你们送到海外的倭国避难。当然，前提是大前帝王必须交出你手上的人口账册、虎符，还有大前国的金库钥匙。这不是要朕把祖宗的江山社稷都卖给你们吗？你们当朕是昏君吗？弟弟，你有我还不够吗？这些都是身外之物，只要你能让我逃到国外，东山再起，以后我一定加倍补偿。真的吗？卖，只要你们答应放我们安全离开，朕什么都可以买。放心，送往倭国的马车已经到了。秦欢，你拉一下朕，朕有点虚，爬不上去。陛下，我还需要你留在这儿给我殿后呢。你给我下去吧！不要啊，秦欢，不要丢下朕一个人啊！真是死舔狗，舔到最后一无所有。堂堂北方大国，竟然就这样灭亡了，还真是令人唏嘘。陛下，刚刚得到的消息，女帝沈清欢带着公主沈如烟渡海逃走了。渡海？又让他们逃了？那老子的系统奖励！第一，恭喜宿主完成吞并大前国任务，奖励积分翻10倍奖励。啊！来了，童子哥！但由于未能升迁沈清欢、沈如烟，主线任务只完成一半，升级抽奖仅能10天开启一次，请宿主在1年内尽快完成主线任务，否则将面临系统自动崩溃的惩罚。完了，被资本做局了呀！等等，朕想知道偌大的大前国是谁，还有这么大的胆子，敢帮沈清欢和沈如烟逃跑？自然是我等。毕竟让陛下背负杀害前朝皇帝的罪名，我们也实在于心不忍呐。所以我们武姓期望就自作主张，将他们给送到了海外倭国。只是巨装假旗，虎豹旗。武姓期望，北方顶级门阀，据说连大前国的皇帝登基都得他们批准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才更像这个国家的主人。所以，这一切都是你们干的？不敢，我们武姓期望一向都是与人为善的。只不过陛下最好清楚，如果你想要稳定在大前国的统治，就必须跟我们武姓期望合作。搞了半天是来给我一个下马威，准备讨价还价？说出你们的条件。很简单，我们武姓期望所占的家兵、土地
还有世袭的爵位原封不动。除此之外，陛下新占的城池和人口必须分3成给我们。你们这是在打击皇帝吗？还没完呢。听闻陛下初登大宝，中宫之位空缺，我们5姓期望可以提供品学兼优、仪表端庄的世家女入主后宫，母仪天下。大胆！皇后之位也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吗？连皇后的位置都敢觊觎，这5姓期望的胆子也太大了吧！你们这是在威胁朕？我们只是提醒陛下，自古以来还没有听说哪个皇帝脱离了5姓期望，统治还能维持的。已自动更新支线任务，打击世家势力，奖励1000积分，赠送1次神级抽奖。这不就来活了吗？再把沈清欢、沈如烟母女抓到前，就先拿你们开刀。朕觉得诸位讲的也不无道理。朕的后宫空虚，确实急需一批嫔妃还有皇后坐镇。这说话风格跟陛下的作风不像啊！陛下能这么想是最好。那我们选个良辰吉日。不必了，就今日，就现在。朕要亲自选号。宣世家良家秀女入宫觐见。这大魏皇帝还真是好拿捏呀！既然他这么听话，我们倒是可以考虑不废了他。第一个秀女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拜见陛下，民女乃崔家女。但是陛下，民女虽然可以当皇后，但却不能跟陛下同床共枕。啊？什么？民女有厌男症，只要被男性触碰就会死，所以不能跟陛下睡在一块儿了。特地来知会一声。啊！这不能被男人碰，还出来选皇后，还知会一声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不是选秀女，是选皇帝呢。启奏陛下，这是小女。虽说她有些怪癖，但她自幼饱读诗书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绝对可以胜任这中宫之主啊！到底让不让我当皇后？赶紧给个痛快话，我还着急回去做美甲呢。当然可以，只不过你这厌男症，朕有意帮你治一。来人，把他丢进青楼，治不好不准出来。是。青楼，我不去，陛下饶命啊！小女没病，小女是心中已有心仪之人，才编出这样的理由。这么说你是欺君了？按照本朝的律法，欺君该判什么罪？启奏陛下，诛九族。陛下冤枉，冤枉啊！人人平等，你凭什么不让人追求爱情？昏君！女儿，不可放肆啊！好一个人人平等！身为一个吃尽了封建时代红利的世家女，你跟我说平等？哼！好啊，朕就给你这个平等。来人，把她拖下去到城外当个流民。老卢啊，你们家女儿殿前失仪，按本朝惯例是要全族赐死。死？都是些笨蛋，以为耍个性，体现所谓的世家风骨，就能得到陛下青睐。看我的！陛下，你为什么要偷我的发簪？你是说，朕一个95之尊，偷了你这价值1文钱的发簪？看来是我的无理取闹，成功引起了皇帝的注意，我马上就要当上皇后了。没错，你最好有个系统，要不带下去，赐死。这怎么跟预想的不一样？你难道不喜欢我这种不拘泥礼节的大女子吗？别把愚蠢当个性，给朕记住，这个世界是男品世界，朕是没有恋爱脑的帝王。杀，全部赐死！陛下，祸不及家人呐！我们这些秀女是你们5姓期望推荐的世家女子，你们也有脸说祸不及家人？出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，城外和服遍地，居然还有心思搞什么选后？把沈清欢私自放跑，
要挟皇帝，你们世家都该死！全部拿下！啊！我们五姓齐望乃千年世家，比你们王朝的历史都长。你们敢动我们？我们在城外还有10万火爆旗，还有世家的巨大影响力。你一个登基没多久的皇帝根基未深，动我们，考虑后果了吗？是啊，陛下，世家大族盘根错节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贸然诛灭，后果难料啊！不如网开一面，只是略施小惩，给双方一个台阶下。这天下是朕的天下，是百姓的天下。什么时候轮到你们世家大族说了算吗？就是你们五姓齐望，兼并土地，导致流民遍地；垄断科举，导致有才之人无处施展；结党营私，使得朝纲不举，朝廷混乱。朕倒是有句诗，讲念给你们听。待到秋来9月8，我花开后百花杀。秋天乡镇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启禀陛下，10万虎豹骑已被我军斩杀3万余人，其余7万人全部投降。原来这选后只是你的缓兵之计，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吞并我们五姓齐望的兵马。这不符合孔孟之道啊！朕刚刚念的那首诗，是一个叫黄巢的人写的。此人一身骂名，但唯独有一点，这深以为然，那就是天阶踏进宫倾国。他把那些所谓的世家大族，照着族谱杀了个干净。你们想要朕做黄巢吗？陛下，我等知错了。陛下，我们范阳卢氏愿意交出所有兵马，还有侵占的土地。我们陇西李氏也一样。我等也是啊。传朕旨意，从现在开始，大魏朝的所有世家所占之田不得超过100亩，多出的土地必须还给朝廷，由朝廷均田分给百姓种植。除此之外，不得驯养私兵，废除在前朝的一切优待，一旦犯罪，与庶民同罪。臣等遵旨。不愧是陛下，这是用一把快刀，硬生生把门阀世家这个毒疮给挤出来了呀！虽然血腥，但极为有效。你们这些世家女既然入了宫，以后你们就是宫女了。每晚留10个伺候朕，都出去吧。遵旨。恭喜宿主完成打击世家支线任务，奖励积分1000，获得神器抽奖1次，将在为宿主进行抽奖。哦，锦鲤附体！恭喜宿主获得神奇谋士贾诩。属下贾诩参见主公。他就是传说中的千古第一毒士贾诩。主公不可胡说。贾诩自幼可是读圣贤书的，什么毒士，我乃老实本分的谋士。真的假的？那朕问你，如何打击世家？怎么不说话？不会是假的吧？朕已经杀了200余名世家弟子。不错，主公。那昨天呢？昨天可以让他们为先帝守灵的名义，流放到皇陵附近，随时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。这么恶毒，还说你不是毒士？如今内乱初定，北方闹饥荒，朕打算赈灾，却担心粮食被底下的贪官克扣。陛下只需往粮食掺入大量沙子，自然无贪官可贪。有道理啊，这样粮食口感极差，却饿不死百姓。如果是蝗灾，直接油炸或者煮了吃。这也是圣人之道。你还他妈说你不是谋士？撒旦一觉醒来，发现自己的榜二喽。恰恰乃是老实本分的谋士，主公不要叫错。王二，母后，我在呢。
朝堂的事，哀家刚刚都听说了。你竟然杀了这么多秀女！母后，你听我说，我那是为了……不用说了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不喜欢女人，喜欢男的？不是啊，母后，你误会了啊。也是，成天待在军中都憋坏了，再这样憋下去，性取向都成了问题。不行，你今天无论如何都得跟我证明你喜欢女的，否则我无法向你死去的父兄交代。证明？别乱摸，否则……朕可是会奖励你的。讨厌陛下，你刚才吓死人家了。来，人人都有，这一个亲你们一下。看来哀家这个皇儿性取向没有问题，我也就放心了。都退下吧。是。不愧是主公眼里没有女人，全是对建功立业的渴望。我现在有了不少积分，可以尝试换点有意思的东西。钢铁冶炼技术100积分，工业时代的基石必须买。石油勘测和提炼技术100积分也必须买。还有马铃薯、土豆种子、杂交石头技术，买！从现在开始，朕要让大魏万国来朝。不过首先，嘉许把那些世家秀女叫来。侍寝。是，主公。爹，那无耻皇帝竟然派一个叫贾诩的歹毒之人，逼着你们去修皇陵，我生生累死了。我们也想给你们报仇，但是你们的仇家可是当朝天子，皇权至上，报仇实在太难了。但是你们放心，我们众姐妹经过商议，已经酝酿出了一个绝佳的复仇计划。那个陆明他一定没想到，他有人质在我们手里。等这个孩子出生，我们天天带他来给你们磕头，还要喊你们外公，占尽仇人的便宜。而且我们还要再给他生几10个儿子，累都累死他。你们安息吧。陛下有旨，颁布工业发展5年计划、农业发展10年计划，还有关促进海洋贸易的若干议案，交付有司办理。又是工业又是农业，陛下的野心还真大呀！海洋贸易，开采石油，这又是什么东西啊？按照系统给的东西，我只要花费数年的时间，就有可能达到工业社会的生产力水准。到那时，就可以开启海外殖民扩张了。陛下，刚刚前线紧急军情，传来了有关前朝废帝沈清欢、废公主沈如烟的消息。哦，找到他们好些天了，总算有眉目了。讲，他们逃到了海上的倭国，投靠了倭国女皇。东阳的小日子。不仅如此，不知那沈清欢进了什么谗言，竟然蛊惑倭国女皇宣布驱逐全国的男子，说是要建立什么全女帝国，还要组建一支全女军队，跨海打进我们大魏的土地来。什么？还有这好事？全女帝国，全女军队？谁说没有完美犯罪？快把具体情报跟朕一五一十说说。是。话说那沈清欢和沈如烟东渡倭国后，却殊不知那倭国女皇居然喜欢女人，一见面就被沈清欢的美色所折服。下命令吧，朕的好闺蜜。这位来自中原的女帝沈清欢，为我们倭国传播了来自中原最先进的理论，那就是女尊至上。她说，男人都是不可信的丑陋生物，
他的国家正是被男人所篡夺的，朕深以为然，所以决定从现在开始打造一个全女国家，驱逐所有的男人，包括男将军、男大臣，无论士农工商，统统由女人来代替，甚至组建起一支全女军队，由朕的好闺蜜沈清欢女帝来统领。哼！啊！母上，那我该怎么办？你，清欢，再怎么说他也是我儿子，虎毒不食子。这有什么难的？干脆派他去中原和亲算了。什么？和亲？啊！女皇陛下，这太子和亲自古未有啊！是啊，哪怕是中原大国，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让男人去和亲啊。清欢说得对，大中原来的人观念就是先进，朕能够以女子之躯建作天子之位，就是先例。让太子和亲亦可是先例。你们男人能办到的事情，我们女人一样可以做到。对，我们女人可是最团结、最勇敢的，哪里是你们男人这些臭鱼烂虾可以相提并论的？全女军队一旦发兵，区区中原，不过也只是我们的掌中之物而已。母上，我不想去啊。为了我们倭国，你必须去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如今倭国太子被臣带到殿外候着了。啊！陛下，您这是让太子和亲？不愧是女频世界，离谱成了我不敢想象的事。这是给朕送上了一份大礼包啊！马上宣，朕要亲自见见这位倭国太子。饶命啊，中原天子！不是我愿意来的，是倭国女皇逼我来的。猴子，简直就是猴子！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做沐猴而冠。我知道你很怕，但你先别怕。朕问什么你答什么。若是回答让朕满意，朕可以考虑赦免你的罪行。是，我一定知无不言。你可是倭国皇太子，倭国的第一顺位继承。是，在下是倭国皇室嫡长子，倭国女皇唯一的亲儿子。自从先皇驾崩以后，我母后就以血腥手段清洗了宫廷的皇族和幕府的将军们。老东西，从现在开始，倭国没有男人，只有女人当家。这么说，当年倭国女皇得位不正，结果竟然把你这个根红苗正的皇位继承人送到了朕的面前。请天朝上国饶命啊！倭国女皇还说什么中原文化是发源于倭国，孔子是倭国人，还说要办什么端午祭来彰显正统。虽然听着有种大脑皮层被抚平的感觉，但你这位母皇成功解决了有名无兵和有兵无名的难题呀。陛下，根据李藩运递过来的条子，倭国女皇驱逐了国内大量男性，如今倭国失去劳动力，军队也陷入瘫软，开始内乱了。这种情况下，朕该做什么？好难猜啊！伐倭！伐倭！伐倭！传朕诏令，倭国女皇谋权篡位，倒行逆施，倭国太子东渡中原，请求我大卫星正义之师讨伐不臣。即日起，打造战船，组建舰队，朕要东征倭国，扫平四海。陛下，那我……朕的倭王叽里呱啦说什么呢？什么？倭王？陛下要立我为倭国之主？什么立不立的？你不就是吗？朕还打算亲率军队送你回去继位呢。不，等微臣回了国，一定年年给大魏进贡，尊中原为父母之国。难得你孝心一片，就把这个签了。以后啊，就是一家人了。划分租界租用港口，允许驻军，治外法权，通商自由。这些词怎么听着怪怪的？哎，你不要多想。
这就是为了促进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协议，给朕签了。是。从现在开始，诸位跟着朕马踏倭国，探遍京都樱花。新帝继位后的第2年，便发兵100万，直指倭国，途经江南。一时间，天下什么人，也敢挡我们大军去路？抱歉，此地为江左盟的领地，我江左盟盟主乃是当今麒麟才子。啊，麒麟才子，莫非就是传说中那位得之可得天下的奇女子？听说这江左盟掌控东南半壁的经济，还掌控着天下第一情报机构琅琊阁，收集达官显贵的资料。正是，我家主人听说陛下亲至，想必是要邀请麒麟才子担任宰相之职。既然如此，还请陛下下马，走9999层台阶，3顾茅庐，去请我家主人出山。江左盟，麒麟才子，奇女子，得之可得天下。陛下，你这是在笑什么？难道你不想我家主人出山了，就不怕他被其他人抢走吗？颠覆你的江山社稷吗？你是说，在一个皇帝面前，说一个得之可得天下的麒麟才子，颠覆他的江山是吗？朕的天下是太祖太宗皇帝一刀一枪打下来的，现在居然要被一个女人说了算，这是当皇权是摆设吗？不对，这跟我家主人推算的不对。不应该是我家主人的桀骜不驯，成功唤醒了你这个暴君心底的善良，最后算命的说他有至尊奉命，你要纳他为后吗？各位爱卿，你们说朕要怎么处理这个麒麟才子？为了麒麟才子同我，得之可得天下，这是谋逆大罪，要诛9族。抄家、流放、斩首，1条龙服务。朕准了。白起，一个不留。陛下，他就是麒麟才子吗？挑衅皇权，吊起来挂墙上300天。恭喜宿主斩杀麒麟才子，瓦解江左盟，积分获得3000，掉落神级抽奖机会1次。这积分简直跟白捡的一样。女兵世界作死的人实在是太多了，杀不完，根本就杀不完。恭喜宿主获得天灾召唤术，只需消耗10积分便能召唤小范围天灾。注意，天灾可能会损耗宿主气运，请谨慎使用。天灾召唤术，这系统还有这么逆天的能力？随便试试看，那就地震。这江南水乡之地怎么也会地震啊？难道是上天震怒？放你的狗屁！这分明就是祥瑞，上天在为陛下贺喜。臣等为陛下贺喜。这就是专业呀，这都能拍成马屁。对了，这里便是江南吧？不错，陛下，江南乃我大魏的钱袋子，国之命脉。人口和耕地占了70%之多，可谓是鱼米之乡，物产丰饶啊！不对呀，这么多的人口和耕地，可为什么每年给朝堂缴纳的赋税才4成？两位陛下、公主殿下，那倭国太子到了中原之后，居然被那中原天子册封为倭王，还说要率军送他来继位。这个逆子，让他去和亲，居然公开造反！中原的兵马马上要到我们倭国了，怎么办啊，秦欢？这还没有准备啊！陛下不用怕，我的宝贝女儿如烟已经在着手建设全女军队了。何况我刚刚接到江南士绅的信，这个陆明好死不死，居然要在江南推行官绅一体纳粮，让当官和读书人交税。
这不是自不量力吗？俗话说得好，皇权不下乡。他要是在京城，这个皇帝的身份还好用，可是江南那些乡绅地主盘踞江南多年，抱团取暖，江龙不压地头蛇，注定要狼狈收场。没错，朕也想好了，等到江南大乱，咱们就里应外合，率领全女军队反攻。朕要让那陆明跪着认错，求我原谅，舔我的脚后跟。反对升官一体纳粮！我们是读书人，怎么能和那些泥腿子一样交税呢？孔圣人在此，如果朝廷不收回成命，我们就罢考，不参加今年科举了。还是钱员外有办法呀，花钱鼓动这些读书人闹事，给朝廷压力呀。哼，朝堂想让当官的和读书人交税，我等都是退休的官员，又是前朝进士，这不是明摆着针对我们家的百万良田吗？既然如此，只能给龙椅上那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人一点教训了。哼，这些读书人一看就知道，是那些江南大地主在背后从中作梗。谁告诉你，除了武力，朕就没有其他手段了？难道陛下要用儒生对付儒生？不就是魔法对轰？朕可是老玩家。贾诩，动手。是，一支穿云箭，千军万马来相见。啊！这是谁家出殡了？我们拿的可是孔圣人的牌位啊！谁敢拦我们？舒良和！什么？舒良和？呀，这些书呆子都怎么了？刚刚还慷慨激昂的，拿着孔圣人牌位，连皇帝都不怕，怕这个叫舒良和的人？这谁呀？舒良和，这是孔子他爹啊！什么？搬出孔子他爹来压孔子？这是谁想的阴招，实在太狠了呀！还没完呢，左风右火，雷公助我，以雷霆击碎黑暗。这是孔圣人显灵，发怒了！快跑啊！要不然我们要当天谴的呀！几位员外想去哪儿啊？天子请你们去喝茶呢。陆明在江南地区推行一条鞭法，打击地主势力，很快得到了成效，同时也触发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击。冲啊！昏君无德，苍天已死，皇天当立，岁在甲子，天下大吉，随我杀！陆明在江南地区推行一条鞭法，打击地主势力，很快得到了成效，同时也触发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击。冲啊！昏君无德，苍天已死，皇天当立，岁在甲子，天下大吉，随我杀！江南果然反了，这是天助我也呀！母上，孩儿请求率全女舰队问鼎中原，生擒陆明那个败类，献于母上。还是我的如烟大笑，如今大魏内忧外患，我们趁虚而入，他断然不是我们的对手。你放手去做。是。今日便要新仇旧恨一起算了。陆明，你等着被本公主生擒，沦为本宫的玩物吧。陛下，我军主力如今正在江南平定内乱，如今倭国舰队来犯，实在是无力阻挡啊！不如迁都，暂避锋芒吧。一群倭国的乌合之众，这就把你们吓住？别忘了，朕是天子，天命在朕，又怎么会输呢？大魏皇帝陆明，祈求上天降下一场风暴，灭倭寇，保家园。还真欠大风了。陛下真是天命所归呀！已扣除10级粉，召唤台风天灾。
这个天灾召唤术在封建迷信盛行的古代就是那个好。该死，刚刚还晴空万里，怎么突然间就出现了台风呢？公主，风浪太大了，我们的战舰扛不住啊，撤吧。明明就差那么一点了，传令，风浪越大鱼越贵，全军前进。甲板裂开，是谁？是谁？快堵住！快堵住啊！都还傻站着干什么？我让你们堵住啊！公主，我们不会啊。那会的呢？叫会的人来。会的人都是原来倭国的男人水军，可是他们已经被女皇驱逐出境了。什么？船帆倒下了，快扶起来！快点儿！你们是没吃饱吗？你们这群废物，气死我了！难道你们想说我们还不如男人吗？难道男人能做的事你们办不到吗？是海啸，海啸！快撤军啊！你们这都是在干什么呀？别杀我们是被逼的，我们是被逼的！这窝囊废！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才组建的全女军队，居然树倒猢狲散，完全不可一击。这不是如烟公主殿下，好久不见。陆明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反正我打死也不去会议去跟你的三军洗底裤。哎呀，你这么个亡国长公主，直接杀了也怪可惜的。主公已经查清楚了，这江南叛军首领是个恋爱脑，曾经还追求过沈如烟，只不过因为沈如烟觉得他出身卑微，直接拒绝了。看着对方似乎还对他念念不忘，价值不就来了？你想干什么？写信给那个恋爱脑叛军首领。如烟他终于给我写信了。首领，如今我军已深入腹地，距离魏军粮城不足50里，当一鼓作气长驱直入，这样鹿死水手犹未可知啊！马上退兵，100里。什么？退兵？不仅要退兵，我还要割让10座城池，入皇宫负荆请罪。首领，你疯了吗？黄土霸业就在眼前，唾手可得啊！你竟然要为了一个女人放弃这大好江山？闭嘴！你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爱情，也不懂得白月光的杀伤力，它很特别的。首领，只要打下江山，要多少女人没有？何必儿女情长？哼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我看为了能让如烟开心，我就得给她准备一个惊喜。你想做什么？传令全军，给我自刎归天。为了一个女人，竟要10万大军自刎归天？本来以为跟着你有从龙之功，现在看来那条龙不是你也可以。你想做什么？借你命用！叛军首领被杀，叛军内讧4分5裂，这恋爱脑还真是好对付啊！既然人都已经死了，还不快点放了本公主？你放心，朕已经打算将你打包送回去了。不过在此之前，得狠狠讹沈清欢那个女人一笔，至少有1000万两白银。陆明，无耻小人，见钱眼开。退朝吧。恭喜宿主击败恋爱脑叛军首领，积分加1800。无趣，没有神级抽奖。本系统友情提醒宿主，距离生请沈清欢的截止时间只剩不到30天了哦，届时若未完成，将被系统抹杀。我靠，欺负老实人是吧？不就是吐槽了你一句吗？后劲这么大的吗？算了，去港口监督一下水师战舰的施工进程。最近国货缺银子，还真的。陛下，有人要谋害我。
德妃，你……淑妃那个贱人，居然往我的安胎药里下红花油！你个歹毒的女人，趁我不备推我下水，居然还有脸恶人先告状！陛下，鸡汤来了，您放心，这里面绝对没有下催情的药。你这是往药里加鸡汤了吗？不对劲，这不是女频里面烂大街的宫斗戏码吗？怎么会出现在朕的后宫里？陛下是我的，当然是我的，你是我的。提众嫔妃当着陆明的面，大声嚷嚷吵起来。这是不是意味着你们也能给朕带来奖励？陛下是什么意思啊？陛下说他要宠幸我。陛下说他今晚想亲老母猪。史官，叩见陛下。方才他们说的，你都看见了。岂止是看见了，微臣还一字不落全部记下来了，保证将细节100%还原。若是有不忍言之事，还请陛下和各位娘娘海涵。你当真一字不改？史官秉笔直书，一字不改。好，朕现在命令，把每天的宫斗生活记下来，然后发给翰林院人手抄一份，送往民间。文笔要优美，细节要丰富。陛下，你这是……别忘了收钱，1个铜板1份。像样，还怕治不了你们这些宫斗把戏？恭喜宿主成功整顿后宫，获得神级抽奖1次，本次以自动帮你抽奖，获得金刚不坏之躯。感觉浑身上下都是力量，强壮的能打死一头牛，这是要修仙的节奏吗？如烟，你活着回来了。母上，我对不起您，我当了带路党，给魏军带路，现在大魏的水师舰队已经布满了整个五湖海岸。犯了强悍者，虽远必诛！虽远必诛！大魏舰队杀到倭国了！快，组织军队，马上开启反击！启奏两位陛下，京都已经没兵了。胡说！倭国再怎么说也是东洋大国，京都至少有20万大军。你之前说要定女尊政策，这20万大军就都跑了。跑了？20万大军全部跑光，那京都不是成了一座空城，瓮中捉鳖了吗？不行，南宫，你马上带着所有的金银珠宝去请那些士兵回来守城，答应他们，只要能保住倭国，他们原有的待遇不变。是。大和将军，女皇陛下说了，只要你和您的20万大军回去，要什么都可以给。愚蠢的中原人！女皇陛下听信你们的建议，才落得如此下场。现在被人兵临城下了，才想起我们这些倭国的武士。还请大和将军救命啊！听着，告诉女皇陛下，要我带着大军回来也可以，但是必须割让半壁江山给我。还有，事成之后，他和那位中原的女帝陛下要给我暖床，我也很想试试颠鸾倒凤的滋味。马可，这群乱臣贼子居然要挟朕！可为今之计，除了他，我们再也没有多余的兵力可以保卫京都。我就跟他说，只要赢了，朕都依了他，做什么都可以。拿酒来！大和将军，您……南宫大臣，既然女帝陛下已经答应了我的请求，就先拿你作为利息吧。本将军要的怎可能只是区区美色？我若能灭掉这100万魏军，立下不世之功，就能取代女皇一统天下。
这小倭国哪来这么多战舰啊？陛下说笑了，这倭国是岛国，在海上讨生活是家常便饭。据说为了此次大战，倭国女皇下令将全国所有渔船都征集起来，这是要举国之力跟我魏军死战呢。此次我倭国舰队一共有上千艘战舰，他们中原人拿什么跟我们打？灭掉中原大国的不世之功，终于要落到我的手里了。这大和还真是够蠢的，真以为我们会将全国兵权都交给他呀？这次我们要等到两边都打得两败俱伤的时候，趁机派出我们的全女军队，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如此一来，一石二鸟，还能让这群臭男人从此以后通通死光。到那时，倭国就是我们的天下了。倭国算什么？朕要生擒陆明那个王八蛋，然后挥师西进，重新逐鹿中原。这是地震还是海啸啊？不对，好像是战舰，而且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巨无霸战舰。好大的铁鸟！宿主购买1支航母编队，累计花费8的积分。才1支，瞧不起谁呢？让对面那些倭国看见了，还以为我消费不起。东西南北各要1支航母舰队。这绝不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东西，不可能赢的。青花，现在该如何是好啊？不是说要坐收渔翁之利的吗？啊！都这样了，还指望浑水摸鱼吗？赶紧逃回京都，再晚一点，小命都没了。驾！陛下，倭国大将大和将军自杀，20万大军全军覆没。倭国其余地方大名和领主，听闻我王师天兵将领，吓得全部上表请降。如今的倭国，仅剩下1座皇城。传令，将皇城围个水泄不通，不准放走1只苍蝇。是。还有，把京都里所有大户和贵族的家都抄，犒赏3军。皇帝陛下万岁！皇帝陛下万岁！陛下，在抄大和将军府邸时出了点小状况，需要您去摆平。看你这一脸便秘的样子，抄个家还能出岔子？走吧。你们这些封建余孽，知不知道人人平等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啊？听好了，我来自21世纪，是一位穿越者，我才是这个世界的女主。穿越女？这个世界竟然不止我一个穿越者。你就是大魏的皇帝陆明。放肆！敢跟陛下这么说话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王侯驾下宁有种乎？皇帝怎么了？皇帝也是人，真是封建迷信，一群落后分子。我是来启蒙你们，给你们传播现代先进文明的，懂不懂啊？你们这些老古董！满口荒唐，不知礼义廉耻。这倭国人未受王化，不懂我华夏礼仪教。我告诉你，我是一位穿书的穿越者。按照原著剧情，你陆明作为小说的反派，必须辅佐我
成为新一代的女帝，让我君临天下，而你也有资格成为我的丈夫。穿越女，莫非跟我一样自带系统？那就不容小觑了，说不定她的系统比我还厉害了。你说你是穿越女，那我问你，你有什么系统吗？你这个封建旧时代的帝王，怎么知道系统？是朕在问你话，你只管回答，有还是没有？没有。没有敢这么跟我说话？莫非这个女人会21世纪的科技？那你身为来自21世纪的穿越者，想必掌握着某些现代的科技。也没有。那你有兵权吗？也没有，一兵一卒都没有。你狗叫什么？你敢凶我？我可是这个世界的女主，是要被全天下最有权势的男人抢着爱。什么小奶狗，什么强制爱，最后当上女帝的。什么女主男主的？女频世界，有兵权，有科技，才是真正的主角。朕看这个倭国女人是患了癔症，胡言乱语。诸位爱卿，你们说该怎么办？杀了！杀了！杀了！我明白了，你也是穿越者，对不对？我就知道你也是穿越者。我们现代人是讲究道德的，是不能随便杀人的。在这人吃人的时代，你跟我谈道德？这女频世界，就连你们这些穿越者也一样颠。拿下我们超斩！等等，是要交代遗言吗？不是，我请求跟你1对1决斗。要是我赢了，你要放我走；要是我输了，我就委屈一下自己，给你当皇后。按照小说套路，我的离经叛道立马就引起了反派的中原皇帝注意。从此他纳我入后宫，并将后宫3000佳丽置之不理。然后我就利用他的宠爱进行宫斗，最后成功成为全天下最尊贵的女人。他再一个驾崩，我顺势登基为女帝。这个剧本简直不要太完美。不应该啊，现代穿越女的智商堪比之草履虫啊！你让我一个皇帝跟你单挑，赢了放你走，输了还得让你当皇后，这算盘打的都快崩到我眼珠子上了。一起上，给我群殴！陆明，你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。看来这个世界正常人还是太少，把这个异症女人拉出去，先割了她的舌头，省得她胡说八道。再流放宁国塔，让她去大兴安岭跟黑熊做朋友。陆明，你不按套路出牌，你不得好死！恭喜宿主挫败穿越女阴谋，奖励1万积分，获得修仙功法1部。这都能修仙了，这还是男频历史频道吗？主公，倭国女皇请求议和。驳回，倭国没有女皇，只有大魏帝国东洋行省总督。救命！救命！这不是已经下了秦王诏书，让各地大名和领主带兵过来驰援京都吗？为什么3天过去了，没有看见一兵一卒，反而已经让魏军攻陷了外城？如今皇城被围得水泄不通，根本无法突围。陆明那个乱臣贼子，他是要活生生困死我们啊！你们慌什么？他陆明的好日子到头了。母上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带男宠过来？什么男宠？你可知这个人是谁吗？他
怎么跟死去的陆国公样貌有几分神似？这3天时间，我可没有坐以待毙，动用了在中原的人脉，又翻阅了皇家典籍，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。这倭国帝都是否已经打扫干净？请陛下放心，我军已扫平整个京都，斩杀敌军数万颗贼头。如今的京都只剩下一个皇宫，他们掀不起什么风浪。善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沈清欢、沈如烟，我要当着全天下的面，光明正大将你们这对祸国殃民的母女一灭九族。还主动送上门来了，给我拿下！哼，你们要拿下的不是我，而是这个假皇帝。啊！你说朕是假的，可有什么依据？陆明，你之所以能起兵反我，靠的是什么？不就是靠的自己是陆家陆国公的世子，所以才能够调动80万的陆家大军。但是如果你不是陆家世子呢？沈清欢，死到临头还在胡说八道！我可没有胡说八道，朕也是翻阅了这本皇室秘语。你陆明压根就不是陆家的世子，而是被报错从民间领养回来的。他才是陆国公流浪在外的遗父子，千真万确。不信，我们可以滴血认亲。哦，还有这种说法？他说的如此斩钉截铁，不像是空穴来风啊！这个少年郎，好像确实跟去世的陆国公眉宇皆有2分神似啊。这，看见了吗？这个人才是你们陆家如假包换的世子，嫡亲血脉，而不是陆明这个跟陆家没有半点血缘关系的野种。世子，你不说几句话吗？对，你们都是陆家的旧部吧？现在对我宣誓效忠，本世子可以既往不咎。还有呢？我们陆家世代忠良，对沈氏皇族忠心耿耿，绝对不可以造反。你们还不快点下马，向女帝陛下请罪，然后撤军回去？想不到清欢还留了如此杀招，不愧是我们女人，真是母道啊！就是，天下为母，我母上就是天底下最聪明的女人。陆明他这个巧言令色的乱臣贼子，在绝对的真相面前，绝对哑口无言。现在，本世子命令你们先把这个假世子、乱臣贼子给拿下问罪。你们大多不都是陆家旧部吗？怎么不听我的号令？这可是真的世子啊！你们耳聋了吗？你是陆家家臣，当了这么多年陆家的副将，你难道认不出他就是老国公的血脉吗？你们武将不是最讲究忠诚的吗？怎么现在要背叛你们效忠多年的陆家吗？这个女人也是真够恶心的，大军兵临城下，居然开始跟我玩起了真假世子的戏码。不过她还是太低估了将士们想族谱单开的决心了。不行，看我照一照她。既然是这样，从现在开始，朕把这皇位和身后的荣华富贵、兵马权势，全都交给你了。吾弟当为尧舜。我是皇帝了！啊！陆明他这个疯子，竟然将好不容易到手的一切，全都送出去了。只要他不是中原的皇帝了，这倭国就还能继续苟延残喘，这就还是倭国的女皇。我是不是公主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陆明必须死。世子爷，哦不，皇帝陛下，快宰了那个假世子野种啊！你们，什么遗父子？
我们怎么不知道？我只知道陆明才是陆国公府唯一的继承人。大魏的皇帝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什么真世子、假世子。大胆小人，竟然敢冒充皇室血脉，当斩！你们身为陆家旧部，居然把真世子给杀了！末将只有一个主子，那就是大魏皇帝陛下陆明。其余人等，就是玉皇大帝下凡，也一概不认。陛下万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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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唉，真不是我愿意当这皇帝，实在是弟兄们架不住这从龙之空的诱惑呀。什么？在南平世界里，真的假的有这么重要？从龙之功，就算那条龙不是真的，也得是真的。怎么办？我不想当亡国之君。母上，我们该如何是好啊？事到如今，朕已经毫无办法了。陆明，你赢了，我认输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同意把大魏朝的江山让给你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承认你是大魏朝的皇帝了。朕的宝贝女儿也送给你了。母上，我才不要嫁给陆明这种阴险小人！住嘴！陆明，江山和女儿都给你了，倭国女皇你也拿去。都做到这个份上了，你也该叫你的将士们卸甲退兵了吧？你们笑什么？你们千里迢迢杀到倭国来，不就是为了得到我的认可吗？唉，我笑你们直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要死了。朕的江山是朕打下来的，是朕的文武百官、百万将士浴血奋战所得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再说，你们所说的一切，你们不给，我照样也能拿到，还需要你们施舍吗？你们不会以为我是为了得到你们的同意才千辛万苦打到这儿的吧？那你千辛万苦杀到这里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朕当然是为了剿灭你们这些前朝余孽，还有开疆拓土，将倭国诸岛置于我天朝上国的庇护之中。从一开始，你就是为了亡我倭国、吞我疆域而来的。陆明，朕错了，都是朕不好，朕之前错怪你了。你父兄的死皆是一个误会啊！是吗？那你就下去亲自跟他们解释吧。陆老，看在我们曾经相爱一场的份上，你放我一马吧，我愿意给你当小妾，给你生孩子，给你当牛做马。哼，这不是让朕奖励你吗？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贱，何况朕为天子，要什么女人没有？需要跟你这个二手货讲爱情？魂牵梦绕风云荡，星源土方三界谈。天降神雷，此乃大吉，意为万国来朝，陛下一统四海啊！陛下万岁，一统四海。愿为大魏皇帝陛下尽尊号，名曰天可汗。臣等能恭贺陛下征伐北部草原成功，今我大魏开疆万里，国泰民安。即日起，改元洪武。朕听闻万里之遥有一弹丸小弟，名曰英吉利，其君主名为伊丽莎白女皇，竟敢不遵朕令，允许通商。朕宣布，组建天朝舰队，远洋讨伐，征服全世界，先从这里开始。